檢調單位有6度拿着搜索票，想要搜索黄國昌。現在的證據有辦法讓他去搜索？他不需要證據啊，一邊搜索一邊查，跟案情有關，我就放在案情裡面加溫；跟案情无關，我就丟給定檢去報道啊，回你名譽，讓你社會性死亡啊。想害王世堅的話，你就說王世堅主動；如果王世堅没講清楚的話，那就你通敌。有一篇新聞出来說，是我王世堅主動報名要求要參加，王世堅+1，這完全不是我主動。第一個是在老一輩的想法裡面，這個事情茲事體大。對。第二個是民進黨黨內會對王世堅有反。是。別忘了他是英系哦，現在是明着打壓英系。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host. 韓國瑜跟柯文哲要見面了，那本來王世堅說接到韓院長的電話說一起來敘舊啊，但是王世堅最後臨陣脫逃啊，就不見。據柯文哲的說法，是為了要推人工生殖法來拜訪這個韓國瑜，但是其實我們也知道，人工生殖法要拜會黨團比較有用，拜會院長的效果其實更多就只是比較象徵性，因為院長沒辦法確認法案要誰要過，因為老師做了很多年的立委啊，這個肯定是有很多想法跟大家分享。還有這背後是不是有一些更深層次的東西？因為上次我們其實有談到，如果這個官司真的往前走的話，那假設3月柯文哲沒有被判10年以上，以目前的證據來看，似乎有難度。那如果沒判的話，那柯文哲就不會喪失選總統的資格。那如果從這個角度來詮釋的話，藍營目前政治聲望最高的領袖絕對是韓國瑜，對。那白營最高那絕對是柯文哲，沒錯。那這場等於是一個藍白最高政治人物的會面。那當然就很多人有遐想，第一個在2026年2個人聯手輔選，那得爆發多恐怖的能量。如果韓柯一起站台，那台下絕對是萬頭鑽動。第二個，如果這麼強大的氣勢，再加上賴清德這麼阿爸，甚至說現在對於黃國昌的追殺毫不停止，甚至羅織罪名也不是不可能。所以這樣的想法的話，會不會可能2028有多了一份想象？所以老師今天這個提醒有意思啊。今天下午就韓柯會了哈。那韓柯會的話，它不是個鴻門宴，它基本上是一個可能牽動現在政局發展跟未來到2028年政局發展的一個很重要的會面，就是告訴大家說，不要以為它只是一個人工生殖法讓代理孕母能夠入法的這一個促進，因為事實上如果要去推人工生殖法的話，那麼柯文哲已經跟柯建銘見過面了，雙柯會，他也可以跟傅崐萁見面，他跟韓國瑜見面，說實話意義不大，所以他跟韓國瑜見面呢，基本上談人工生殖法，我認為它只是一個引子，它並不是真正的主題，真正的主題其實是在未來做一個危機的預防，因為在過去的一段時間，其實檢調單位，尤其檢察官，如果我的消息沒有錯，應該已經有6度拿着搜索票，是想要搜索黃國昌。現在的證據有辦法讓他去搜索？以賴清德操控司法，他不需要證據啊。他搞柯文哲說要什麼證據呢？他只要他是認為我一邊搜索一邊查，我一邊羅織，扣你手機。對了，沒有錯。我本來可能什麼都沒有，我搜索以後扣你電腦，扣你手機，我就會得到一些東西嘛。這些東西如果跟案情有關，我就放在案情裡面加溫嘛；跟案情無關，我就丟給鏡週刊，讓鏡檢去報道啊，毀你名譽，讓你社會性死亡啊。我前幾天又出了3篇嘛。對啊，沒錯啊。但是你知道題材總會用盡啊。對，所以搜索是一個很重要的環節嘛。你看那個時候對柯文哲搜索以後，馬上緊鑼密鼓的，鏡週刊馬上有一系列的資料可以爆出來。我們要防的就是現在的小人賴清德操縱司法的做法吧。再加上現在檢察官也都知道，他們得到榮華富貴的終南捷徑就是搞上頭要搞的人嘛。那現在上頭要搞的人的話，很明顯啊，一個是柯文哲，剛才講過了，3月要宣判一審，但是柯文哲不見得綁得住他，因為在法院公開審理的過程裡面，大家已經都知道這個案情的來龍去脈了。
大家都知道都會罪一定成立不了。如果硬要成立，那你賴清德叫甘冒天下之大不韙。第二個圖利罪也不見得成立啊。對，所以到最後很可能就是所謂的政治獻金的公益侵占罪嘛。還有違反商業會計罪嘛，做假賬嘛。對，那這樣的罪，你說要判到10年以上，我認為非常非常的困難。對，那如果在10年以下，那對柯文哲來說就是海闊天空啊，對不對？他就可以投入這一個未來的各種的選舉，進可攻，退可守。可是現在比較麻煩的就是柯文哲本來一力要培養的接班人，對。黃國昌現在已經被民進黨鎖定，因為民進黨覺得說黃國昌比傅崐萁的威力還要強啊，對，帶給他們的威脅要更大，所以要鏟除掉黃國昌是他們現在可能下一波司法追殺的重點。好，那既然要處理黃國昌的話，他一定從黃國昌的周邊，也就是剪其羽翼，去其爪牙，他現在的目標就鎖定了，就是永豐金以前的總經理張敬源也是黃國昌的密友。对，然後從張敬遠的旁邊，然後再生出來李麗娟啊、李光興啊等人。那李光興已經出境了。是那現在傳言，外界、商界傳言、金融界傳言，張敬源也出去了。他們會不會又用橘子的版本套到黃國昌的身上？因為2月1號，黃國昌就沒有立委身份了，就可以抄他了，所以就可以採取司法迫害、司法追殺的手段嘛。是。那在這樣的一個過程裡面，作為一個民眾黨的創始人，在台灣政壇裡面是個重量級的人物，又曾經被民進黨有強烈司法追殺、司法迫害前科的柯文哲，對，他當然要未雨綢繆啊，要做危機預防啊。對，如果真的黃國昌出了事，總得有人在外面把這一個民眾黨給撐起來，對，號召民眾黨跟國民黨的支持者，然後來拯救黃國昌啊。對，那這樣的責任柯文哲要背起來，他要找他的老朋友啊，韓國瑜啊。因為韓國瑜的戰鬥力100%要比盧秀燕強的太多了啦，所以這個時候韓柯之間就有了合作的空間。我為什麼叫進可攻，退可守？也就是說，他們有無限的想象空間出來，也可以說对賴清德形成了重大的威脅跟壓力。告訴你，賴清德，不要做得太過分，做得太過分引起了民怨，你最後的結果敗得更慘。我認為今天的會面，所謂的人工生殖法，所謂的代理孕母入法，只是一個前面的開胃小菜，只是一個所謂的這一個會面的謝詞而已。對，項莊舞劍，意在沛公，重點仍然是在兩個人之間的合作。我記得在2023年的時候，對，那時候韓國瑜在加拿大，他打電話給我，說要約見面，我就順便邀了他跟韓國瑜見面。對，那韓國瑜回到台灣以後，他跟柯文哲就見了一個面嘛。對，那一個見面，兩個人同框的照片，就引起了政壇一連串的漣漪，也造成了朱立倫緊張了，趕快把韓國瑜找到黨中央去。希望韓國瑜呢，能夠接受不分區的第一名，對吧？這很多事情，它都會演變成一些政治上的漣漪，或者政治上的波浪，或者政治上的風暴了。因為有時候甭管你怎麼想，但賴清德怎麼想是另外一回事。對，他怎麼看就是另外一回事。其實韓柯會的話，我認為賴清德是倍感壓力。當然，而且我覺得他們兩個有賴清德一直以來非常羨慕的東西，叫做人氣。對，因為就賴清德來說，賴清德是政治嗅覺非常敏銳，而且他的個性小肚雞腸。对，所以他比一般人心思更加的細密，可以用心細如髮來形容賴清德的性格啦。賴清德在藍營裡面最怕的人是誰？就是韓國瑜。對，在白營裡他最怕的人是誰？柯文哲，而且他曾經對柯文哲做過司法的迫害。就韓國瑜來說，韓國瑜也
是他現在很忌憚的人物吧？對，他也時時刻刻想對韓國瑜發一些冷箭。不過韓國瑜因為歷經政治江湖，處理這些發冷箭的，他已經司空見慣。所以韓國瑜面對賴清德的出招，他也基本上都能夠應付裕如。對，那這兩位呢，同樣都在政治江湖裡面有過充分歷練的兩位，如果結合在一起，那絕對1+1是大於2。而且我覺得這一次經過了1年的積壓出來的柯文哲脫胎換骨，跟以前的柯文哲完全不一樣。以前的柯文哲比較冒進，很多事情呢常常會有考慮不周的情況，喜歡便宜行事。以前的柯文哲，其實這一次因為陳昭姿的問題引起了黨內的一些意見議論，也是因為他當時便宜行事的作風造成。對，甚至我說的更大白話一點，他的金華城案很多也是受了他這個便宜行事的性格造成的影響。對，所以才讓民進黨有見縫插針的機會吧。對，可是他經過了這1年的收押，1年的在獄中的看守所裡面的思索，我認為脫胎換骨，我認為他更有能力來應付這個政治江湖裡面的風風雨雨。所以兩個人都是對賴清德很熟悉，然後都受過賴清德迫害的兩個人。那麼這時候如果能夠結合，那絕對是在藍白合裡面很重要的一個光華萬丈的成果了。我來講一下今天最精彩的韓科會哦。這一場新聞價值爆表，但內容極為貧乏，可是透露出很多玄機。我先說啦，這個柯文哲2個星期五的動作，大家回想到上個星期五他去拜會了這個立法院，然後找了國民黨團跟民進黨團。我覺得柯文哲也是非常聰明的一個人哦，就是因為要推代理孕母法，拜會國民黨，國民黨給他非常大的一個面子。按照柯文哲自己的說法是說，他是自從太陽花之後第一次到了國民黨跟民進黨的黨團，要跟大家見面。那場上個禮拜我們媒體的解讀就是柯文哲滿血復活，對哦，不是跟國民黨，是因為他跟老柯那一場。好，那一場已經把柯文哲的政治能量已經拉上來了。對，可是我觉得柯文哲更厲害的是，他在今天又去拜會了韓國瑜，因為韓國瑜那個輩分又跟老柯又不一樣。對，所以就是今天呢安排了這場碰面，媒體今天下午沒有別的事情啊，政治記者就只有這件事，就是要去採訪柯 P 跟韓國瑜的這場見面。可是我跟你說真的，我覺得韓國瑜更厲害，更厲害。怎麼說來的細節有細節，細節很拉滿哦。對，因為我必須說啊，以韓國瑜立法院長的一個角色，他不太適合針對個案去做任何的一些評論。那今天柯文哲其實目的非常的明顯，他帶着陳昭姿就是為了代理孕母的法案。韓國瑜這個角色，他不太可能對一個個別的一個法案有一些太多態度的一些表示，所以韓國瑜很聰明的，他找了一個人去做陪同，他希望去把這件事情淡化，就是所謂遊說法案的這件事情淡化。他找了誰？他找了這個王世堅。在昨天的時候，的確是韓國瑜找王世堅，他們想要營造在台北市政府市議會的那場質詢3個老朋友的見面。大家如果還記得那個畫面，應該很清楚，就是喝水的那件事。對，流氓喝水的那件事。韓國瑜的目的其實就是想要淡化政治色彩，不要這麼的聚焦。譬如說韓國瑜跟柯文哲的碰面，然後有一些政治上的一些解讀，媒體一定會做政治解讀，一定會在做一些所謂的藍白整合啊，或者法案整合做文章。找了一個民進黨的來，就韓國瑜找一個民進黨的来，就是完全把這件事情會變成聚焦在這3個人的互動，而去淡化就是藍跟白之間的一些柯跟韓國瑜之間的一些關係上的一些觀察。所以那場如果我們昨天聽到是說王世堅要出來，那今天這場可能更會爆炸，大家媒體會更多。只是沒想到可能是不是有人先把這件事情透露給媒體，然後讓王世堅非常非常的不爽。好，那我要問了，誰是誰？
我不敢講，我知道是誰。我只要問一件事情，是綠的放的還是不是綠的放？不是綠的放的，对，就不是綠的放的。講這就很對，現在2選1了，不是綠的放的，我就這樣子了，就這樣子了。對，然後這件事情讓王世堅非常非常生氣，所以王世堅就很少見的寫了一篇臉書，然後做出相關的一些澄清，說因為昨天一開始報道出來說是王世堅知道這個消息的時候主動的要參加在這場碰面，可事實上不是啊，王世堅就說我是被人邀請的。那大家今天可以看到另外一個人的動作也很特別，就是韓國瑜。對，韓國瑜多久沒有在立法院停下來接受媒體的訪問？很久很久沒有了。然後今天韓國瑜是親自停下來，讓媒體去堵麥，然後把這件事情講清楚。他講得非常非常清楚，是我邀王世堅來的。關鍵哦，如果是我邀王世堅來的，那就肯定不是韓正穎去放。我不知道哦。對，因為如果是韓正穎放，那王世堅一定會跳起来。是。对，好了，我就講到這裡了。對了，反正這件事情，我個人知道韓國瑜很不爽，讓王世堅也很不爽。我們來看一下他們的那個過程。有一篇新聞出來說，是我王世堅主動報名要求要參加，說我這個報名是王世堅加1，那其實完全不是我主動，完全我沒有主動。那加入柯文哲當然絕對也可以接受，因為畢竟確實我跟柯文哲也是總是有8、9年這樣的情分，雖然是我監督他在執政，但是他說成是我主動求見，那這個就不對了。我覺得這個也違背了他們對韓國瑜院長的說明他們的要求，因為也是他們要求要跟韓國瑜院長見面的那所以我覺得主動權完全不是在我，也不是在韓國瑜院長。您是不是早上有打电話给他？对，王世坚委员，我昨天邀請他，因為他是一個有情有義的。我們台灣這個人情味很濃厚的社會。今天柯文哲市長要來，當年我們在台北市政府，王世堅委員跟我，還有柯文哲市長，他有機會共處一堂。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其實王世堅在受訪的時候臉超臭的，是不爽的因為昨天晚上就發了一篇臉書，他就要把這件事情講清楚。一開始媒體的報道，包括這個即時新聞下的標題是說，王世堅知道柯文哲要來，他主動，他是用主動這2個字說要去參加這個跟韓國瑜的這場碰面。如果是真實的按照他的說法，他是受韓國瑜之邀，那怎麼會變成他主動去求見？主动是求見，变成是王世堅要去蹭韓國瑜加柯文哲。这对老一辈的政治人讲，他們是很難。以柯文哲來說，他不需要蹭他就像剛剛這個例子跟我講，他自帶流量，我何必要去蹭？對，那是不是有誰要去蹭誰？那我們就不知道這個是王世堅的角色。那韓國瑜因為他邀了王世堅，所以他有一些義務把事情講清楚。那按照媒體這個所謂的錯誤報道，說是王世堅主動，所以韓國瑜是很少，我記得應該是沒有在立法院暫定，然後接受媒體訪問，就表示他要講話。那他講話的情況下，他也講得非常非常的清楚，他邀請王世堅來。我覺得主被動其實一般外人聽起來沒有很重要，可是站在當事人，或是如果你覺得有一些在他們那個輩分特別重，或是不想被新聞操作，不想被政治操作的，這裡面有一個關鍵如果說主動會害到王世堅，第一個是在老一輩的想法裡面，這個事情其實茲事體大。對，第二個是民進黨黨內會對王世堅有反應，是因為民進黨現在黨內有對王世堅不爽的人不少，很多。對，所以這件事，如果說你今天就是想害王世堅的話，你就說王世堅主動；如果王世堅沒講清楚的話，那就你通敵，你跟人家暗通款曲，還跟韓國瑜，還跟柯文哲，而且別忘了他是英系英系現在跟賴系，他們非常小心非常小心。對，他們現在很就是非常謹慎，因為賴清德是明着打壓英系，所以這裡面細節滿滿。所以王世堅其實他的敏感度非常非常夠。那當然，你站在邀請者韓國瑜，他有道義上的責任，他必須要把事情講清楚。而另一方面，站在韓國瑜的這個立場，他原本的規劃就是3個老朋友的碰面。所以如果是3個老朋友碰面，就可以公開聊天了。對啊，至少可以公開聊15分鐘吧。那媒體可能可以狂切10幾條，15分鐘可以做100條秀詞。可是當然，你說政治上的一些眉眉角角裡面透露出他想要政治操作的氣氛沒有那麼足。可是問題是說，那3個人碰面就是一個，我可以把這件事情交代過去，然後大家又沒有這麼多政治上的一些城府在裡面。對於韓國瑜來說，這也是非常非常安全的一件事情那當然，我們在看柯文哲的立場，柯文哲的立場他是希望把這件事情所謂的這個陳昭姿的代理孕母法能夠
夠把這件事情的效應給它擴到最大，我覺得也可以啦。可是現在就是變成因為王世堅不去，所以變成改成閉門會議，那這個效應就大打折扣。不過兩個人碰面，在今天的來說，政治新聞還是最重要的一條政治新聞，它的分量還是夠啦。只是說自己在臉書上就寫，我覺得有點遺憾，就是王世堅沒有出席在這場場合。如果加了王世堅，我在新聞上我可以做更多的新聞。對於這3個人來說，我覺得也是非常非常的安全，因為你現在加入了一些奇奇怪怪的因素進來，就會讓人家會有一些各式各樣的解讀出來。我猜明天大家去看《自由時報》，可能會有不同的面向的一些解讀，就是因為有人在放話。這件事很敏感，是為什麼呢？就是說，現在一直有人在帶風向說韓柯配，這個韓柯配的說法是真的是邱毅講，他就講說，如果3月柯文哲判10年以下，他一定要復仇嘛，然後呢，現在民進黨一直在弄黃國昌，那到底黃國昌防線會不會破？不知道，因為黃國昌防線破不破跟黃國昌本人怎麼做沒有關係，對，跟民進黨下手狠不狠有關係，還有就是司法體系能頂多久，有關係，因為現在這個邱毅今天跟我講，6張搜索票，是被法院駁回了，被擋下來，對。可是大家知道，檢察官有2個權利啊，第一個他繼續請搜索票，第二個他可以進行搜索，當然如果檢察夠狠的話了，夠表的話，真的可以這樣幹，扣了手機之後，叭，重點就是要扣手機啦，扣完手機之後完蛋，鏡週刊就不是1-2個禮拜寫一集，是可以天天寫10集，寫半年了，對，而且可以連續寫1年，寫到2028都還可以繼續寫下去。你看柯文哲多恐怖啊，寫了1年啊，沒有停過，他坐牢還一直寫，全部都是手機的東西。這個模式很可能會 copy 到黃國昌身上啊，沒錯，就是這樣子啊。所以這個事情才在恐怖。那黃國昌防線如果被攻破，黃國昌就會深陷司法風暴，變成黃國昌就進退兩難。那這時候民眾黨實際上的黨主席柯文哲要怎麼移動？所以為什麼人家一直講韓柯配？因為如果柯文哲要代表民眾黨選總統的話，那藍白是一定要合的嘛？以目前模式，藍白是沒有不合的空間嘛？那國民黨有誰有分量跟他選？所以才會形成韓柯配的想象。所以韓柯再會這件事情本身的邏輯會有那麼強的新聞度。第一個，這個每一個人都是流量網嘛，韓國瑜、柯文哲跟王世堅基本上是他們黨裡面的流量網。這第一個，第二個，這件事情的想象還真不是假的，因為大家都在等3月開講。那以目前的檢察官林俊的那個真的是謀殺小龍喲，搞到現在證據如此薄弱，還惱羞成怒說橘子帶走的。可是新政已經有了，對，所有綠營對於柯文哲的恨，就是因為這個案子，然後不斷的累積啊。你剛剛有提到吼，大家我想要讓大家回顧一下，在上個星期5的時候，柯文哲不是跑去民進黨團？對，那我覺得大家不知道有沒有印象，柯文哲在裡面有很生氣一件事情，因為有非常多的民進黨的委員跟他說，下一個就是黃國昌，對，就直接跟他講啊。那柯文哲當場發飆，因為柯文哲就說：“你們敢這樣子搞，我們就是要搞焦土戰。”這段時間一直在講所謂的民眾黨搞焦土戰就是這樣子。那為什麼會這麼大的情緒反應？因為如果柯文哲被弄了，黃國昌又被弄，而且模式一模一樣，沒有什麼證據的情況之下，然後他就去查扣手機，再加上這個進檢上面的一些配合，對於民眾黨來說就是滅黨。那滅黨總不可能乖乖的就讓民進黨去弄他，就一定要有人出來反擊，所以才出現所謂的焦土戰。那焦土戰誰要扮演這樣的一個角色？柯文哲，他只能自己下來，他可能自己下來，因為你看民眾黨除了黄國昌跟柯文哲，還有誰？都沒有人啦，不好意思，就真的沒有人。所以柯文哲動作非常非常的多，他趕快把自己的政治能量給回到之前他在入獄之前，不是入獄去看守所之前的那個能量，所以他才會去找。我個人覺得他在私心上面，或是一些政治操作上面，他也非常的精準，他就去找了韓國瑜，去做了一些相關的一些在媒體上的一些聲量上的一些炒作，對，一定有這樣的一個想法了。